最近呢，家里想添台投影仪，那么预算呢在2000块钱左右。那么在这两个爆款之间呢，确实纠结了很久。一个呢是大眼城的 CR Ultra， 另外一个呢是吉米的 Play 6E。了解。那既然全到手了，索性咱们今天就来一波投影仪的硬和横评，咱们从里到外盘个明白，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带大家玩投影仪的金水。好，首先我们第一眼看到大眼城的 CR Ultra 呢，陨石灰的机身搭配流线型的轮廓呢，看起来呢非常的规整。金属的材质呢，手感也超级棒。可拆卸的航空级的金属4维云台，号称宙斯之轴，支持360度的全域无极悬停，支持桌面摆放、壁挂、吊挂都是稳当当的。那甚至呢，你还可以躺平，直接投天花板。那这个吉米 Play 6E 呢，则是一个奶茶杯的大小。那它的外观呢，就相对年轻活泼，设计感十足。那插个充电宝呢，拎出去咱们就可以露营。那关闭投影仪呢，还可以当蓝牙音箱。那么潮流这块呢，是拿捏的死的。那么如果我们单看外观，这个实用党和这个精致客，你们站哪边呢？那么对于一个投影仪来说呢，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是亮度和画质了。大眼城的 CR Ultra 搭载了自研的悟空9号光机，直接上了950 CVIA 流明，它的亮度呢可以比肩3000价位段的投影。那这个吉米 Play 6E 呢，则是600 CVIA 流明。那直观对比呢，它的亮度会相对弱不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测试的对比画面，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个是 CR Ultra， 哪个是 Play 6E 的。那相信我不说，大家都可以通过画面一目了然了。那吉米 Play 6E 的画面呢，在同场景下、相同的相机参数下，它的亮度呢都会暗了不少。而反观大眼城 CR Ultra， 它的高光场景呢就更加的透亮，暗部的黑呢也更加的纯粹。那么在绝对亮度面前，那大眼城 CR Ultra 确实是更胜一筹。那白天咱们半拉窗帘看动漫呢，也毫无压力。而吉米 Play 6E 呢，就单纯更适合晚上关灯观看。那非要白天看呢，那一定要全遮光的窗帘全拉上才行。那吉米的 Play 6E 呢是 DLP 方案，它的 DMD 呢是 0.23。看到这个参数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 1080P 呢是抖出来的，那 0.47 的 DMD 呢才是真 1080P。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投到90寸左右的这个清晰度呢，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颜色呢就稍微有点偏蓝了。那么如果再大呢，会有点发虚。而大眼城 CR Ultra 是 4.45 寸的 LCD 的液晶芯片，这个可是正儿八经原生的 1080P 的分辨率。那无论是从清晰度、亮度还是发色，它都要比 0.23 的 DMD 呢要好了不少。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大眼城在天空还有植物的颜色还原方面呢，还是非常之高的。那人物的肤色呢，还原也是非常不错。那得益于3000:1的对比度，它的黑白分明有层次，画面呢没有光晕，那亮部的细节呢和暗部细节呢都表达的非常的通透。那真正的是可以做到亮得起来，它也暗得下去。那要加上大眼城 CR Ultra 可以针对墙面的颜色呢进行自适应，就算你家没有幕布，或者是墙它不是纯白的，那 CR Ultra 也可以自动的呈现相对准确的色彩来投射画面。加上支持 HDR10 Plus HLG 的解码，那么多种色彩空间的转换呢也是非常准确的。那即便不能正投，那侧投呢也清晰，那摆起来呢就更加的自由。那么这两台设备呢都支持自动对焦和自动梯形校正，而且呢响应速度呢也非常之迅速。实际测试下来呢，吉米 Play 6E 那相比 CR Ultra 呢还更加快速一点。那么金水选的这两个投影仪呢，虽然都在同一个价位段，但是它的硬件配置呢，其实差距还是稍微有点大的。大眼城的 CR Ultra 呢用的是 Amlogic 的 T982 的芯片。那这个芯片呢是由每秒26000亿次的 NPU 的算力的。那其实这个配置呢，在万元的电视上也经常碰到，支持 MEMC 的动态补偿。那加上呢，它又自带了一个 HDMI 2.1 的接口。这个接口呢，在这个价位段呢，其实是非常少见的。那看球赛呢，打游戏呢，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USB 3.0 接口支持外挂硬盘播放蓝光片源。
4G 的运行内存在这个价位段的投影仪呢，可以是非常稀有的，在多任务的运行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流畅。那它可以让你的设备使用周期呢更加的长久。32G 的存储几乎可以装下整个应用市场，那你就不用再纠结装太多的 App 没有空间了。Play 6E 的处理器呢就要稍微差一点了，它采用的是 MTK 的9系列的处理器，那么日常呢其实是够用的。如果你开的应用比较多呢，它可能会偶发的会有一些卡顿。1.5G 加16G 的存储，在这个时间点呢，就稍微有点捉襟见肘了。那么建议呢，就大家别装太多的软件。我们在测试影片的时候呢，无论是 4K HDR 还是 8K 的高码率，那得益于 SoC 的强劲解码能力，那大眼城的 C2 Ultra 呢，基本是全能播放的，而且呢，非常之流畅。而 Play 6E 呢，在播放的特定的音频格式，那它会有调用第三方的软件来进行软解。而对一些 SoC 压力更大的 8K 片源的时候呢，它甚至就直接闪退了，或者呢就无法播放。所以呢，很多测试的片源呢，我们在这儿就没有办法直接做对比了。那在观影的时候呢，音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 C2 Ultra 呢是用的10瓦的单扬声器，600cc 的大音腔，支持杜比 DTS 双解码，声音浑厚不闷，但是音量呢会稍微有点小。那在这个环节呢 ，Play 6E 呢靠着12瓦的哈曼卡顿的双音箱则扳回了一城。它是2个6瓦的功耗加360度的环绕，在你不用投影的时候呢，它还可以当蓝牙音箱，那自带了多种光效，露营外放的时候呢，氛围感拉满。在这呢，我给大家放一些实测的录音，大家可以自己听一下。那么如果你是客厅的常住民，每天下班经常追剧打游戏，那大眼城的 C2 Ultra 呢更加适合那些相对固定的摆放。那950 CVIA 的高亮度，那4+32的大内存，号称宙斯之轴的云台支架，那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在你的客厅里呢，会有相对不错的画面表现，那么侧头也清晰，想怎么放它就可以怎么放。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移动生活家，经常户外使用或者露营或者聚会， Play 6E 的便携和它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那你可以通过一些配件实现它的万向镜磁吸的特效，直接投一个日落的氛围灯效果，秒变秒变情调神器。只是注意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装太多的 App。16G 的内存呢，确实你得稍微省着点用，而且呢，千万不要在强光下硬刚。好，最后总结，吉米 Play 6E 呢更像是一个科技潮牌的新玩具。那么露营神器啊，功能呢虽然说比较丰富，但是呢对我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投影仪。那对我来说呢，它更多的则是社交属性。而大眼城 C2 Ultra 呢，其实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投影。不管是它的硬件呢，还是做工，它的亮度还是色彩，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这个价位段呢是完全够用。如果你跟我一样，预算在1500块钱左右，那就想踏踏实实看个片，那就直接无脑大眼城 C2 Ultra。那在这个价位段呢，几乎没有对手。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希望可以在你选择投影仪的时候呢，给你一些的帮助。所以你们已经想好了选哪个了吗？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使用场景，让我可以帮你精准的排类。下期还想看哪些横屏呢？咱们评论区留言直接告诉我。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